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！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感谢大家这么久以来的陪伴和支持。老登我是荣幸之至，今天我们来整一个新年特辑，2025年年度10佳排行榜，真可谓是全明星阵容，神仙打架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整。第10名，游戏程度7我系列，六星大佬解锁下水道新地图，神机脑洞开创枭星新流派。当这辆索罗德被阿萨一路围堵，逼进河床之中，本以为老哥是走投无路，岂料他直接化身为海底小纵队，更是在陆空联动无路可走之时，驱车扎进排水通道，一招水下遁形，让直升机变成无头苍蝇，毫无用武之地。这波操作完美还原游戏画面。谁说枭星一定要靠车技？脑洞才是第一生产力。第9名，耽美局的天花板必须是这位开吉普大切诺基的7星大佬，闲庭信步戏耍8位阿瑟，尽显王者风范。老哥为带女友兜风，选择宁愿购，岂料才刚上路就被阿瑟组团围堵。面对破台器的精准投掷 ，PIT 的铁血无情，老哥全程淡定控场，还能走走停停，时不时等个红灯。等他玩够之后，在密集的车流之中闪转腾挪，仅用短短的500米就将8位阿瑟甩得无影无踪。而更绝的是，老哥在摆脱追兵之后，居然选择掉头送女友回家，果真是艺高人胆大。而跟了一路的直升机，最终也难逃被甩开的命运。老哥利用高楼密集的视野盲区，一个转弯完美的消失不见，好一个浪漫与实力双双在线。看姐妹兄弟们，要想整花活，必须得有本事才行，切记在搞定妹子之前，先提升自己。第8名，最燃的巅峰对决，当属战神 GTR 和不败战神马修斯的世纪之战。600匹马力的战神 GTR 一路喷火狂炸隧道，刚上路就遇见了出道即巅峰、未尝一败的马路终结者马修斯，两人都是彼此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。只是简短的试探之后，两人油门焊死，时速一路狂飙至250公里以上，从高速一路战到市区。直线上 GTR 凭借绝对的动力遥遥领先，一度超过280公里的时速，让道奇充电器望尘莫及。可在弯道上，马修斯极致走线，各种精准的入弯，逐步缩小差距。一个代表 GoDM 的巅峰王牌，另一个代表佐治亚州的最强战力，双方都有着绝对不能输的理由，全程贴身肉搏，互不相让。马修斯拼尽全力把道奇充电器压榨到了极限，最终却因为轮胎爆胎率先出局。可在他强大的压制力下 ，GTR 最终也冲上了花坛，被补位的队友成功抓获。虽有遗憾，可这也是双方最好的结局。这场速度与激情的巅峰对决，双方都拿出了最强实力，为观众贡献出了最为精彩的一战。兄弟们，光有GTR还不够，你还得念出马修斯的实力才行。第7名，7星大佬用实力诠释什么叫做大佬不挑车，小排量硬刚美式大 V8，上演技术流取胜。这位7星大佬驾驶 1.6T 福特嘉年华 ST 小钢炮，面对阿瑟美式大 V8 道奇充电器的追击，不仅没有丝毫惧色，甚至还显得游刃有余。小钢炮在大佬手里化身为赛道利器，高速上各种极限超车，堵车路段灵活突围，不仅轻松甩开了道奇充电器，哪怕面对阿瑟派出的骑兵部队围堵，老哥依旧能够冷静地寻找突破口，利用车流挡住阿瑟视线，成功换道脱身。而真正叫人惊艳的是，这老哥居然能够精准地预判气象，一路开进云层的密集区，让天上的2架直升机失去视野的同时，也不敢以身犯险继续追击。在大白天硬刚10多位阿瑟，全程靠技术碾压，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动力不够，技术来凑。独特的枭星方式刷新了整个洛圣都的枭星天花板。看姐妹兄弟们，也并不是非要 GTR 才行。第6名，来自6星巅峰强者凯迪拉克 CTS 的极限拉扯，面对5辆福特探险者和2架直升机的锁定，老哥战力拉满。面对新版本大幅度增强的阿瑟，在洛圣都的高速多次折返跑，始终和阿瑟保持着看得见摸不着的距离，桥上桥下完美走位，每一次都能精准预判阿瑟的预判，把无数阿瑟耍得晕头转向，无线电里的坐标信息都乱成了一锅粥。灾难始终慢他一步，将阿瑟和直升机轻松拿捏。除了完美的车技，仿 gank 的意识强到可怕，不少网友都质疑他要么开了全图挂，要么就黑进了阿瑟的无线电系统。最终老哥直奔地铁站的桥底，利用27秒的时间差，完美经常脱壳，人去车空，以绝对的优势轻松拿下了这场7星晋级赛，实至名归。第5名，当属一位面无表情的6边形战士，当一位手持武器的7星大佬驾驶着471匹的大瓦格尼，一路横穿多个州都无人能敌之时，这位头发不多的阿萨挺身而出，超过一众队友和老哥硬刚。两人是既凭车技也比枪法，全靠八字来说话。在高速上，两人上演枪林弹雨的巅峰对决，互相射击、撞车，当之无愧的既分高下也决生死。双方战了数十分钟却未分胜负。这位阿萨的恐怖之处在于，除了车技和枪法之外，面对枪林弹雨居然还能面不改色，略微摆头就能轻松躲开子弹。面对老哥的射击，他居然还多次尝试靠近截停，而最终阿瑟也是凭借着这份过人的勇气，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机会，成功将老哥截停。而同样身为7星大佬的老哥，尽管大势已去，却依旧表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，直接下车抄起 AK47和阿瑟硬刚，直到防弹装甲车来到现场，才勉强被拿下。这场叫人看得热血沸腾的对决，直接成为了2025的必看名场面。第4名，雅马哈 R1 化身为陆地神仙，贴地飞行，8星大佬3进3出洛圣都，把追击完成了个人秀。这位8星大佬驾驶雅马哈 R1 重型机车，带着队友完成护送任务，面对3架直升机和数名阿瑟的锁定，骑着重机在高速上一路狂飙，230公里的时速，各种钻车缝，堪比贴地飞行。车技了得的同时，居然还能利用高层建筑精准卡住直升机的视野，只是短短的几秒钟就能让阿瑟走错方向。枭星对他而言简直如同吃饭喝水一般简单。可本以为这场追逐就此结束之时，还没玩够的老哥居然再次现身，在市区里穿街过巷，和阿瑟玩起了捉迷藏，硬生生的杀了个3进3出，每一次都能把地面部队耍得晕头转向，直到最后阿瑟甚至都巴不得他快点消失不见。8星大佬就是这般为所欲为。
第3名6星老哥冲击失利撞车，7星大佬以拖尔完成绝境翻盘，但因为6星大佬在冲击7星时意外撞车，晋级梦破碎不说，还被阿瑟围堵，本以为已是无力回天，谁料7星队友开着一辆奔驰 C 火速接应，二话不说接上2位队友，硬刚无数架直升机和满编的地面部队。尽管阿瑟在多个路口都设下了埋伏，却始终摸不透老哥的走位。老哥除了车技令人惊艳以外，对于洛圣都的地图更是烂熟于心，突破重重包围，一路直奔机场的禁飞区，利用空域限制让直升机彻底失去用武之地，随后上演关灯杀，化身为黑夜幽灵，在红蓝灯的包围中完美脱身。那一夜，整个洛圣都的上空遍布铁蜻蜓，全程都被红蓝灯照亮，确实让这位7星大佬完成了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经验值拉满，意外晋级为8星。这经典的一战，稍微加点故事剧情，甚至能直接翻拍成电影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我的队友是8星大佬。第2名来自英菲尼迪 Q50 的封神之路，2小时极限拉扯，连升2星，8星大佬实至名归。老哥驾驶英菲尼迪 Q50 上线，普普通通的零元购，却享受了洛圣都的最高待遇，被3架直升机和多位阿嫂同时锁定。可老哥却是越战越勇，全程高速狂飙，车技提升之快可以说是肉眼可见。用240公里的时速甩开了地面部队之后，本想用经典的桥底消失战术摆脱直升机，可怎料新版本的阿嫂战术升级，在每一个桥底都安排了一位阿嫂守株待兔，让老哥狂飙80分钟却找不到突破口，直至油箱见底，危在旦夕。可越是绝境，老哥却越是冷静，确定了加油站的位置之后，故意跑远引开地面部队，接着利用车技拉开时间差，回到加油站加油，衣领遮脸，全程警惕，细节拉满。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，心思居然还能如此缜密。而在最后的终极拉扯之中，老哥再次临阵突破，晋级8星的同时，复刻了经典的金蝉脱壳，在高架桥底完美脱身，只留下了一辆拥有着传奇色彩的英菲尼迪 Q50。这一战让本来默默无名的2线豪华品牌奇瑞王变成了人尽所知的英菲尼迪。这一战是8星大佬的封神之路，也是年度必看榜单之一。第1名8星大佬双排，4辆车无缝切换，洛圣都全程出动却无功而返。从皮卡开始，这一路被阿嫂围追堵截，左前轮报废却依旧死战不退，抓住机会反向上高速甩开追兵，上演连环换车操作。在多次尝试之后，从皮卡换到一辆20多米长的油罐车。虽然这辆车能够立于不败之地，但其操作难度可不低。然而8星大佬所有载具均已点亮，再加上2人配合默契，分工明确，拉扯了数十分钟后找到机会再次换车，随后上演调虎离山，声东击西，整整5架直升机和无数地面部队被耍得团团转，最后在桥底留下空车摆出迷阵，吸引阿瑟的眼球，实则2人早已坐上了不知名车辆远离现场。这一战在洛圣都闹得沸沸扬扬，连抢多辆车，最后居然还能全身而退。8星大佬联手16星的实力果然是恐怖如斯，这一战将整个洛圣都的阿瑟颜面尽失。我知道第1名不论放谁都一定会有争议，可在仔细衡量之后，无论是2位老哥面临的难度，还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实力，都远超他人，拿下第1也无可厚非。至此，2025的年度最佳已经全部结束，每一位大佬都用极致的车技、过人的胆识、超强的心理素质，诠释了什么叫做最后的自由。在节目的最后，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，一路走来少不了你们的支持，在此恭贺大家新春快乐，祝大家新的1年里成为自己领域里的8星大佬，所有的难题迎刃而解，在生活中做只快乐的小黄鸡，抛开所有压力，管它什么星级不星级，快乐第一。